大家好，我现在在发车，因为最近这个午后雷阵雨真的是太夸张了，下得非常大，像雨才刚刚停，然后就出大太阳，我就赶快把我的车罩掀开，然后把车门打开通风一下。我记得我之前有拍过一篇跟各位聊到说，引擎室最大的敌人是湿气，真的我不夸张，你看哦，一场大雷雨过后，那个地上积水以后，太阳一晒，那个水蒸气往上冒的时候，真的整个引擎室都是水，都是湿的。那我现在就发车让引擎热一点，把附着在引擎本体上的水汽跟隐藏在周边的一些水汽把它驱赶掉。其实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我在前几篇有跟各位聊到，就是现在的天气会越来越热，这个已经回不去了。在那一篇里面，我聊的是散热系统。我聊的是散热系统的检查，跟副水箱缺水一些的检查，一些观念跟做法。然后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线路，因为基本上，先等一下，等我引擎热完，然后我把引擎熄火以后，安静点再跟各位聊。那就是这边建议各位朋友，如果你的车跟我一样，你是长期置放在户外，然后都是盖着车罩，记得在大雨过后，如果可以的话，赶快把车罩掀开，然后前后都要掀哦，因为你要让下面有风可以通过，把水汽一些赶走，避免说可能周边的零件，像我上一次发车的时候，我就有发现我的发电机它那个轴承有点咬住，然后我就是有上油赶快做润滑的动作，因为那时候我只要一发动，我的发电机就叽叽叽叽叽，有点发出那种类似皮带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赶快做补救的措施。那运气比较好，我现在就是发动以后就没有那个声音了。所以如果有长期把车子放在户外，而且又是盖着车罩的朋友，在大雨过后，建议就是赶快把车罩掀开，把引擎盖打开，最好是连车门都能全部打开，让它通风，把那些已经往上冒的水汽、湿气，把它消散掉。好，稍等我一下，等引擎热了，水汽都散得差不多了，我们来聊今天的主题。好，我的车子热得差不多了，可以看到那些水珠都已经不见了。这个就是大雨过后有盖车罩的车辆的一个算是补救的方式啦。因为说实在话，什么时候会下大雨很难知道，然后只是你盖着车罩，然后当地面积水的时候，雨下完了，太阳出来，那个热气会导致水蒸气往上冒，然后一定会窜到引擎室，甚至可能会窜到驾驶舱里面去。所以这个动作千万不要省略。可以的话，就是大雨过后，当太阳一出来，就要赶快做这个动作。要不然，如果像我上次雨下的真的太久，然后出太阳的时候，我人又不在家，没办法掀引擎盖做除湿的动作，差点就让发电机挂掉。好，现在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我记得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我有跟各位聊到说，好像是加装假日行灯那一片，有几片我都有聊到，线路上的安全性。然后主要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
然后如果有在看新闻的朋友都会发现，最近的火烧车事件越来越多。其实不管新车旧车，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会产生这种不幸的事情，最主要就是几样嘛，就是可能爆水管导致引擎过热，然后可能汽油管破裂外泄，或者说引擎过热啊，然后机油往外冒，可能漏机油那些，有风那些寿命都会减短。漏机油啊，导致火烧车的事件。那其实说实在话，这些东西都比较大样。其实像水管，我们平时检查就可以按压看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一些这种汽油管啊，这种汽油管都很硬，其实按不太出来，但是你可以稍微去扳它，稍微的扳，如果很硬，那个可能也都需要换掉了。最主要的就是线路的问题。那车辆的线路，因为车厂在成本的管控下，基本上所有的电器它都只有正电的线路，然后它的副电都可能短短的一条，就直接接在车身上，车身的金属上搭铁，因为整台车都是副电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看得到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正电比较多。那以引擎室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的线路其实都是隐藏在，比如说像保险丝盒下面这边，然后都是跑旁边这种小小的，跑旁边这种线路，然后跑驾驶座里面的地毯下面，这样遍布整台车。那其实基本上线路这种东西，最需要注意的还是引擎室里面的线路，因为引擎室的高温，然后再它加上很多车辆都已经使用环保线组了。那环保线组说实在话，它最怕的就是热。你温度一旦过高，时间久了，它的外皮会产生脆化。像我以我家装的这条红线为主好了，其实你看哦，因为这条线它就是一般的线，它不是环保线，所以在引擎室的烘烤下，它还是颜色还是很鲜明，然后柔软度也都很好。那在引擎线路的检查上的话，其实说实在话可以做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很多东西并不是一般车主你能够去体会去看到的，所以我大概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方式，然后各位车主如果平时在检查的时候就可以做个参考。以线路来讲，引擎室的线路来讲，我会先建议各位先检查保险丝盒，因为以保险丝盒来讲的话，如果你仔细看，保险丝盒除了一般的保险丝跟那种继电器以外，它还会有像这一种，这个也是保险丝。那如何去检查你的线路是否有过热？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天气热，可能大家一上车，车一发动，就是躲在驾驶舱里面，吹冷气啊，听音乐啊，诸如此类的。那相对的，温度过高的时候，势必你的水箱风扇它的运作的次数也会跟着比较频繁，因为引擎温度热，水温高，所以它会进行散热。所以以水箱风扇跟冷气风扇的线路，还有它的插头，还有保险丝盒的检查，这个会是重点。那像保险丝盒的检查比较简单的就是，其实你可以看，以保险丝来讲，它的颜色，它有不同的颜色，有紫色，有蓝色，有酒红色，有红色。其实这个都代表它的安培数，它的安培数的值。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看它的颜色。当然，如果你曾经装过那种很旧啊、那种比较不好的保险丝，它的颜色可能就会比较有偏差。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得出来，像我的颜色都很平均。如果保险丝它本身承受的电流比较大的话，它的温度会比较高。那它的温度比较高，就会导致它外面这个塑胶有可能会变形、烧融，甚至颜色会改变。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每个都拔起来看一下它的外观有没有烧融的痕迹，跟有没有颜色的改变。因为保险丝盒多半都是盖着，所以受到阳光照射而褪色的几率很低。所以以外观来讲，这个是一个判别的方式。那再来就是线路的插头，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水箱风扇啊、冷气风扇啊，然后一些供电的插头。但是以老车来讲，供电的插头或多或少都会比较容易脆化，这个我就不建议各位没事去搬它，因为这个可能会找自己麻烦。那在线路上的检查，像这一排线，基本上这一排线都是可能属于车头这方面的，可能方向灯啊、大灯啊、一些控制线路。这种线路基本上你大概就是可能每一条去搬它，看一看它的颜色有没有褪色的很夸张，或者有烧融很硬的现象，那个多半都代表那条线平时就承受了比较高的电流，那导致它的线体本身热，然后它的塑胶、它的外皮就会产生褪色或者硬化。然后尤其是排气管头端这边的线路，可能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像这个就是冷气风扇的线路，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都有或多或少都有做一些类似保护，外面都会先电线以外，它会再包胶带，甚至再套这种耐热管。其实线路的检查算比较麻烦，像这一条，我现在手拿的这一条，可能你们这样我不知道你们看太黑了。这一条是水箱风扇的线路，像这种线路检查可能就是大概的，我这条线就比较硬了。像这种硬有可能是久了，因为以一台车来讲，在行驶过程中，正常来讲，最常会一直处于通电状态的，就是可能电脑线组，然后水箱风扇，如果你有开冷气的话，就是冷气风扇，他们这些线组的使用几率会特别高，就是一直处于通电状态。然后还有就是发电机基本上你只要一发动，它的2条输出线就是一直在输出的状态。以发电机来讲，因为每台车的发电机位置不太一样，我就以我的为例子好了。我的发电机在这边，然后它会有一条正电，像我的是跑后面，它会跑后面这边跑到电瓶的正极这边，然后还有一条负极，它的负极多半都是用接地的方式切出去。像这边可以看到我的负极，因为我车只要发动完不出门了，我就会把插头拔掉。
这个可能有断电限制的朋友，你们就不要随便拔你们的负极线。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这一条是接车体的，然后另外这条绿的是我的接地，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条黄的，这一条，还有一条黄黑的，那一条就是它的副线。这条线我用手摸，它也是往后面这边跑，因为我在这边并没有看到那条黑黄的副线跑过来，然后用手摸，哦，摸到了，它是跑到保险丝盒下面，它是从这边往下跑，然后其实基本上线路的检查，如果你可以确定你的车是使用环保线组的话，我就不太建议你们去搬动它，因为环保线组真的，你可能外观看没什么，但是你只要一搬动它，它就直接是碎掉。那环保线组的检查就是可能直接用看的，因为环保线组如果开始出现老化的话，它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变色的条纹，会有一些裂痕。然后像我们这种一般的传统线，它就没这个问题，所以整条线都是颜色都是很平均的。然后，像这个啊，海洋感知器线，基本上线组的检查，我都是建议用看的或者用摸的，不要贸然去搬动它，因为除非你有把握，当你去搬动它，或者是说去凹折它的时候，它如果真的不幸断掉或者破皮，你有办法立刻的做换线的动作。那以换线来讲，我不建议你们剪线。剪线是最简单的方式啦，就是可能一整条可能断了一截，破了一截，你就把两头剪掉，然后重新补上去，这个是最方便的。但是以电力传输来讲，以电线来讲，你的接点越多，它的阻抗会越高，然后阻抗越高的地方就会更容易产生热。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有打算把更换破掉的线的话，或断线的话，尽量以整条线找到那条线的头跟尾，然后去做更换。但是这个工程真的非常大。如果你只是引擎室这周边的线，可能还好，因为引擎室周边的线可能都是蔓延在引擎室这边。但是如果你是往内部方向跑的线的话，像这边在这个雨刷马达下方那边有一把线束是往里面跑，那一把线束就是通到那个驾驶台下方，跟那边做连接。如果是那把线出问题，真的那个要换非常难。那当然，如果有预算的朋友，你对行车安全上有比较大的顾虑的话，我建议就是整把线换掉，整台车的线组换掉，这个不便宜，光国产车可能材料连工钱可能就好几本就不见了。那进口车的话，那就更高，价格更高，而且这个很费工，很耗时。你光整把线路，你要把椅子拆掉，把地毯整个拆掉，把那个垃圾帮整个都拆掉，才有办法去更换到全部的线组。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
以平时保养就是尽量不要去曝晒车辆，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像我之前讲的，车子到了目的地，就把那个引擎盖的拉扣拉一下，然后引擎盖这边会弹起来，就让它留那个缝就好了，让它去散热。如果回到自己的地方，或者说自己家里面可以的话，就是像我这样子，整个把引擎盖打开，让它去做散热。这个可能用处不大，但是也只能尽力啦。要不然如果真的等线组出问题，线组如果只是断掉那还好，如果引起了火烧车或者一些比较麻烦的后果，那真的就得不偿失了。好啦，其实电线线组这种东西，的检查不多，但是它的重要性真的很高，所以只能说，如果有意愿想要检查的朋友，就大概像我刚刚讲的，用观察的方式，可以尝试去稍微的去搬动它，去按压，看它有没有过度的硬化。真的也只能这样做，要不然以非专业的朋友来讲，可能能够做的也只能这些了。那车室里面的线组，因为多半都是隐藏式，都躲在驾驶台、中控台的里面，或者说跑地毯下方，那个可能一般朋友要自己做检查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对了，如果在开车的过程中，平时用车的过程中，如果你有发现某一个灯光的亮度，譬如说中控台那个码表，它的底板的那个亮度变了，当然这个有可能是灯泡引起的有些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那条线出现状况，它的阻抗变高，然后导致它的供电降低，会变暗，这个也要注意。那以车室里面的灯，用灯光的明亮度下去做检查的话，可以看到的就是仪表板，然后可能音响或者一些小的灯这些大概下去做判断。但是这个平时你就要有注意啦，因为如果你平时都不注意的话，可能它本来的亮度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确定，所以它稍微变暗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一些电器上面的检查，比如说音响会不会无缘无故的有杂音出现，但是音响它喇叭线它并不属于电源线的一种，那个只是做个依据啦，因为那个很有可能是主机后方的线组那边出现问题。然后比如说雨刷的动作车窗玻璃、升降机的顺畅，这个也只是做个参考，因为升降机顺畅与否跟导轨的顺畅度有关，还有那个方向玻璃下面那个支架，升降机的那个支架，它的顺畅度都有关联，这个只能做参考。只是如果你突然无缘无故觉得你的玻璃变慢了，比如说车窗的玻璃变慢了，其实如果车窗玻璃上的升降速度变慢的话，这个也要去注意因为你如果可能玻璃的滑轨，升降机的那个支架如果比较卡顿，这个都会去增加升降机马达的负担。你如果用久了，可能那条线路也会跟着出问题。好啦，那这个就是大致上就是线路检查
跟平时用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是有觉得线路这个东西比较少人会去讲，最主要原因是你要去检查，也很难实现正确率，然后你要去更换的难度会非常高，所以我觉得线路这种东西很少人会去谈到，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这个的讲解就供大家做个参考，平时自己要多去注意这东西。好了，谢谢各位，拜拜。